欢迎回来 Rider ATS， 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阿豪啊。今天要带你们来看的这辆车呢，真的很可爱啊。这辆车啊，可以算是在马来西亚第一次展在这种公开场合给人家看。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啊，就有看过这一台车的原型车，不过那时我们是在中国看啊。然后那时候我们看到这一台车的时候呢，我自己个人其实很期待它来马来西亚，但是我又有一点觉得它好像不太可能在马来西亚卖，毕竟我觉得这一款车它有一点太过于 advanced 了，我觉得它有一点走得比较超前啊，所以感觉上不太会有机会进来马来西亚卖。但是今天它出现在马来西亚了，就是在这个 Mid Valley Mega Mall 的 Oh My Meow 的 event 里面可以看到这台车。Oh My Meow 这个 event 呢，其实是一个猫咪 event 啊，就是给好像我这种啊有养猫的人，我们这种爱猫人士可以来这里看看，买一些猫用品。不过为什么会放一辆 J-Cool J5 EV 呢？啊，等一下我们继续看下去你就知道了啦。影片开始前就要为大家带来一个全新前后双摄的行车记录器，就是来自70迈的 A810 Lite， 还有 4G Hardwire Kit A810 Lite 呢，具备高清前后双摄镜头，不管是在白天日常行驶的情况下，还是来到晚上的情况呢，它拍摄下来的画面呢是特别的清晰。这个 A810 Lite 呢，它内置的这个电池啊是超级电容电池 Super Capacitor Battery 啊，这个 4G Hardwire Kit 呢，不管是开到天涯海角，只要打开手机的70迈的软件呢，就可以查看当下的实时位置。除此之外，24小时 fucking 监控它都具备。点击这个影片的左下角啊，就可以查看价钱了啦。身为 YouTube Shopping Star， 我们 Rider ATS 频道跟 YouTube 就有联手为大家带来非常好康的 Shopping Voucher。只要点击影片左下角这个框框呢，就可以到 Shopee 上面使用我们的 Rider ATS Voucher 购买全新70迈产品了啦。那现在就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要内容啦 ，Let's go。OK， 这一台没有错，就像刚刚我讲的，它是一台来自 J-Cool 的 J5， 不过它是一个 EV 版本啊。就在1年多前，我们在中国看过这一台车的原型车了。不过那时候我觉得它可能没有这个几率会来马来西亚的原因，是因为啊，在这个集聚里面，其实 EV 车在马来西亚已经有一些蛮强的对手了。据说这台车的价格啊，跟它的对手是差不多一样，也就是10万多一点点。所以我觉得它比起它的同级对手啊，有着更吸引人的一些配置，还有一些优点。那有什么样的优点呢？我们现在就一一向大家娓娓道来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辆车的外观啊，它跟普通汽油版的 J5 哦，长得是差不多一样的。不过在 bumper 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全新 redesign 的 bumper 呢，是比起汽油版本的 bumper 来的更加的简洁，更加的平整。你可以看到它少掉很多进风口，尤其是前面的位置啊，中网的位置变成了把这个通风的位置集中在了 bumper 的下半部分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些洞的点缀啊，其实是不透气的、不透风的，所以真正有功能的是在中间一小段啊。那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一次为了这个 Oh My Meow 的 event 啊，它放上了这个猫咪的 design， 还有这个猫咪的胡子啊。当然你买回家过后，这辆车是没有给你这个 sticker 啦，你喜欢可以自己贴。我是觉得很可爱啦，就是把一辆 J5 EV 版的弄成一个猫猫的设计。那为什么要把这个宠物啊、猫猫啊的这种元素放在这台车上呢？我们现在继续讲下去，你就知道它为什么跟这些宠物爱好者扯上关系了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车头灯。这个车头灯跟普通版本的 J5 是长得差不多一样的一个设计啦，然后也是一个全 LED 的头灯组。打开它的前方 bonnet 的话，我们可以在前方看到有一个储物格哦，这个是汽油版本的 J5 没有的。也就是讲，这台车它不仅是在尾箱的部分可以放东西，前面也可以放东西，这一点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啊。像我自己是开电动车的嘛，有时候我们去买榴莲啊，我很喜欢吃榴莲，可是我不喜欢那个榴莲的味道在我的车里面啊，所以我如果放在车里面，我的整辆车就会是榴莲味，而且会好多天都散不去，那就可以放在这个前面 bonnet 里面。不过它的位置其实蛮有限啊，我觉得买那种开好的榴莲啊，应该是一个10盒左右啊，不错，10盒左右应该放得下，10盒是可以吃到吐了吧。OK， 我们来车身侧面看它的这一个 Sport Rim 哦，铝圈方面，因为它是一辆 EV 电动车嘛，所以它是那个 cover 到比较满的啦。为了减低这个风阻系数啊，市面上大部分的电动车一般上都会用这样子的设计元素啦。我觉得其实还好，不是特别难看。轮胎方面是很宽一下的哦，有些电动车啊，为了让续航里程增加，它就把这个轮胎设计到窄窄，其实很危险的了，因为电动车它有电池的重量嘛，所以一台车它的重量会比较重，有更多的抓地面积跟更好的抓地力是来的更加的安全的。所以轮胎它给你235、55、R18，235啊比较宽，这一点 good job。在前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好像打油格这样啦，这个不是打油的洞啊，这个是一个充电口，电动的，点开它就会自动翻开来，里面有 AC、DC 的充电插槽，最高可以支援 DC 130 kWh 的充电速度啊。这一台车呢搭载的电池是接近于59 kWh 一个来自宁德时代的电池模块哦，所以这一套电池跟我的 Tesla Model Y 的尺寸啊，那个电池容量是差不多一样，所以它可以
可以做到 WLTP， 也就是一个相对于比较准确的续航里程，达到高达402km， 而且不要以为可以走400多公里，这样它为了省电应该没有利用这个车。这台车的动力表现也是不错的哦。这台车是一个208 horsepower， 还有288 Nm torque 的一台 SUV 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成为年轻人的第一台比较好玩的电动 SUV 来讲的话，这辆车算是很称职的。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辆车的 Interior， 我觉得 Interior 根本就是赢很多对手就对了啊。首先坐进来啊，前排2张都是电动椅子，皮革包覆的椅子，而且这个皮革哦，不像之前我 review 过的一些比较便宜的车款啊，它有给你皮革，不过那个皮革 quality no good， 这个 quality 呢还是 pet friendly 的 quality 哦，而且它不是那种皮肉分离的那种像沙龙下去的皮革，懂吗？这个椅子真的好坐，而且椅垫长度是真的长啊，前排椅垫长度54cm， 比我的 Model Y 还长。然后整个 dashboard 的 design 是走极简风格，但是还是有给你 ambient light， 很好看。中控荧幕是一个直列式的，而且因为它是一个电动车嘛，所以假如我们载我们的宠物啊、猫猫狗狗出门的话呢，你下去打包东西，不可能把猫猫狗狗带下车嘛，一个10分钟、15分钟，你可以把它放在车上，启动一个宠物模式，这样你的车就会保持在有 aircon 的情况下，又可以锁上你的车，这一点真的很赞。不是每一台车都是完美的吗？这辆车有没有什么缺点呢？啊，我自己觉得的缺点啊，个人，我觉得这个 steering 不美啦，我觉得这个 design 不是我自己的个人喜好，还有就是前方的 speedometer 真的长得有一点普通啦 ，OK， 我就觉得这个 steering 跟 speedometer 不是那么的美，但是不影响任何使用啊。讲到使用性要高嘛，这台车在前方呢就有一个50瓦快充的充电板，而且还有 air vent， 是有冷气可以吹出来冷却你的手机的，这一点很赞。这台车刚刚我们就有讲到，它面向于的是一个比较年轻人、比较 lifestyle 的一种汽车用户嘛。那看到这个麦克风嘛，这辆车是可以唱歌的，你就可以在车上载上你的家人朋友，自己驾车不要唱啊，给你的家人朋友在车上可以 K 歌。lifestyle 太好玩了。那前排椅子这样好坐，这样大张，后排我看是完蛋的了。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哇！首先啊，我一开这个门啊，开门的这个开门开口是蛮大的。身为一个自己有养猫养狗的人呢，我们有时候要带那个猫出门啊，会用笼子嘛，对不对？笼子它的面积其实是蛮大的，所以后门打开它的开口够大的话，就很容易把你的猫放进来。没有养猫养狗的人可能就没有察觉，但是没有养猫养狗，如果你家里有老人家要上下车，开门的开口够大，你也是方便上下车的。后座椅垫长度会不会因为前排坐到很大张的椅子，后面被 cut 掉呢？其实是没有，后排椅垫长度一样有49cm 啊，这个后排椅垫的长度真的是完全可以 cover 得到我的大腿，椅垫支撑非常的好。倾斜角度方面呢，是稍微比较直一点点，不过我觉得是够用的啦。虽然它不是可调式的这个多段角度，不过这个 stop 的这一段就 OK 了，蛮不错的。有冷气出风口啦，如果你把你的猫猫狗狗放后座的话，冷气出风口就可以给到它一个凉凉的环境。还有全景玻璃大天窗，这个全景玻璃大天窗是不能打开来的，有些人喜欢打开来的，可以进风。云顶的时候啊，进马轮的时候凉凉就可以进来，但是有些人不喜欢，有些人觉得如果可以打开的话，做个像是多只鬼啊，可能会有漏水风险，所以这个就没有漏水风险。OK， 绝对不漏水。好，我们来看一下尾箱空间。年轻人的第一台翻卡嘛 ，EV SUV， 又是这种 pet friendly 的。我们有时候带着猫猫狗狗啊出门啊、旅行啊，还是 camping 啊，那尾箱空间要够大。点开它是一个电动尾门的配置哦，你看到吗？里面它就放了这个猫笼子。哇，这个猫笼子很大嘞，我觉得放3只猫没有问题。然后左边这边还放了一个小个的，也可以放1只猫。所以其实这个尾箱空间对我来讲还算是蛮够用的。毕竟它是一台电动车嘛，所以你不会看到有任何的排气管。在尾部的这个 design 方面，其实也是我个人蛮喜欢的一个设计啦。这个尾部方面的设计就有点像我之前讲过的那一台 J-Cool J7 啊，它是一个缩小版的 J-Cool J7， 一字排开的这个 J-Cool logo， 还有这个 LED 的尾灯组，没有 exhaust， 走的就是一个简洁风格。车顶方面有这个真实可用的置物架哦，这个置物架呢是可以让我们如果多人出门旅行的时候，尾箱空间不够放行李了，我们还可以把它放到车顶上面去，这一点也是很好用。那基本上这辆车在外观方面哦，除了刚刚我们看到的车头还有车尾的 design 方面，车身侧面跟汽油版的是没有多大的差别啦。所以如果你没有机会可以来到这个 Mid Valley Mega Mall 的 All My Meal 的 event 看这台车，不要紧，你在路上其实也可以看到这台车，因为它是有一个汽油版本的哦。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想要了解这台车，都可以到邻近的 J-Cool Showroom 去看一下汽油版本的 J-Cool J5， 了解整台车的尺寸啊、舒适度还有 design 方面。如果觉得哇心动了，很想要，如果你又不要开普通的汽油车，想要升级成为 EV 车主的话， J-Cool J5 EV 真的是一台很值得等待的车啊，我自己也是很期待，尤其是它的售价，我刚刚有偷听到啊，应该是11万到13万左右这样子啦哦，这个价钱啊
真的，我觉得可以打击到他的对手。我没有想到这样 advanced 的一台车，功能性那么好，舒适度那么好，它的这个前排还给你2张电动椅，会卖这样的价钱。那实际真实售价是多少钱呢？我们继续一起期待它的公布。那如果你们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赶紧订阅，免费的 free 的，我们会一直不断的提供这些新车新闻消息。那如果你们没有时间试驾也不要紧，我们也会定时带大家去试驾马来西亚各大车企的一些车款。所以我们的频道是真的很好看的。OK， 今天就大概先讲到这里。喜欢我们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度下去。想要看到这一台 J-Cool J5 EV 发布的时候，我们为它做什么样的测试，都可以在影片下方打上来。我们到时候给它做一个最极端的测试，好不好？我们来真实使用体验这辆车，看一下它是不是真的那么好，那么强。OK， 继续关注我们，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Real test drives, real reviews, no factory scripts, we speak the truth. From Sapine to the streets, push it to the edge. Feel the G-force balance on the razor's edge. Don't talk to me.